冷战时期是军事装备发展最快的时代，美苏两国都想在装备水平方面呢压倒对方，导致出现了很多体积巨大的装备。但是呢，体积大不代表寿命长。今天老兵呢就给各位聊帖聊一聊冷战时期最短命的6款巨型装备。Top 6 941型战略核潜艇。941型核潜艇呢，这个名字可能有些老铁不是很熟悉啊，但说起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台风级核潜艇，那想必就是如雷贯耳了。作为目前世界上体积最大的核潜艇，它的水下排水量达到了 4.8 万吨，可以容纳20枚 R39 洲际弹道导弹，因此它不但体型巨大，而且作战能力十分强悍。即使放在今天，它的载弹量依然是全球领先的水平，也只有美军的俄亥俄级潜艇呢能胜它一筹。1981年12月，941型的第一艘核潜艇 TK-208 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服役。直到1989年12月，941型核潜艇总计服役6艘，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再加上俄罗斯难以承受台风级核潜艇的巨额维护费用，最终选择将它们封存。而截至目前呢，除了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另外5艘均已经退役了。其中服役最短的 TK-202 号甚至只服役了16年就遭到了拆解，这在战略核潜艇当中呢，绝对属于极其短命了。而且根据俄罗斯海军的计划，预计德米特里顿斯科伊号将服役到2023年，因此世界上这种最大的潜艇距离彻底消失也剩不了多长时间了。Top 5 SC5 贝尔法斯特运输机。提起大型螺旋桨运输机，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起飞重量和 C-17 不相上下的安22，也有人呢会想到美军现役的空中客车 A400M。不过，起飞重量超过100吨的螺旋桨运输机，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1956年，美国道格拉斯公司向美国空军交付了第一架量产型的 C-133，而它在那个年代的最大起飞重量就达到了124吨之多。并且在同一时期呢，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英国的肖特兄弟公司也开始设计最大起飞重量102吨的 SC5 贝尔法斯特运输机。值得一提的是SC5 运输机在性能指标上非常接近比它晚了整整40年的空中客车 A400M。作为重型运输机的它，最早采用了全自动仪表着陆系统，因此它的整体自动化水平在同时期的运输机中呢排到前几名是不成问题的。虽然从设计上来看呢 SC5 不存在什么问题，甚至它比美军的 C-130 大力神要大了不止1个等级，但它恰巧服役时遇上了在军费预算上比较抠门的工党政府执政，结果就导致了 SC5 只生产了10架就被迫停产了，并且仅仅服役了10年就被安排退役。Top 4 M103 重型坦克。苏联曾在1948年装备了 IS-4 重型坦克，而 IS-4 这款性能超前的装备也大大刺激了美军的神经，因此美国陆军装备了克莱斯勒公司研制的 M103 重型坦克。虽然 M103 在重量上是比 IS-4 轻了3吨，但在体积上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IS-4 主炮向前时全长 9.79 米，全高 2.48 米。M103 主炮向前时呢，全长是达到了约 11.4 米，全高更是达到了 2.93 米。这样的体积即使放在今天都十分罕见。不过呢，大不见得就好。虽然 M103 曾经被美国陆军寄予厚望，在1956年列装之后呢，就被部署到了处于冷战前沿的西德，但由于实战操作时问题太多，导致不得不进行返厂升级。而升级之后的 M103 还是小毛病不断，所以美军干脆就把这一身毛病的 M103 通通都甩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呢，同样是不待见 M103， 因此 M103 短短服役了17年的时间就被安排全部退役了。比起冷战时期的美国其他装甲车辆， M103 的服役时间实在是太短了。Top 3 米亚4重锤轰炸机。提起1950年代的重型轰炸机，很多人第一反应肯定是 B-52和图95这对至今仍在服役的活化石。但是相同时期的重型轰炸机并不是只有这2种。曾经图波列夫设计局在设计图95的同时，苏联的另一个大型飞机设计机构米亚西舍夫设计局也在设计重型轰炸机，而且采用了当时主流的涡轮喷气发动机作为动力，也就是米亚4野牛战略轰炸机。它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140吨，最大载弹量达到了20吨。虽然在最大起飞重量方面呢，比起图95要差了一些，但是却在载弹量方面更胜一筹。不过米亚4最初的型号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缺点，众所周知，重型轰炸机最重要的就是大航程。
但是最初的米亚4，即便在空载状态下呢，航程也没有达到1万公里，这也导致它很难完成洲际打击任务。虽然后来米亚西舍夫设计局又推出了改进型的米亚4B，航程达到了13000公里，但是此时的图95已经进入了大批量生产的环节，再加上这2款战斗机在性能方面的区别不大，所以80年代美苏两国签署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后呢，米亚4也从战略核武器载机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整体来说呢，米亚4 30多年的服役寿命虽然不算短，但是跟 B52和图95比起来呢，只能说是不值一提了。Top 2 R7洲际导弹，相信很多玩过红色警戒的老铁呢，对苏联阵营的 V3 导弹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但是这种导弹在现实中不仅有原型，而且来头还不小。它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洲际弹道导弹 R7。R7 在弹道导弹中是名副其实的泰坦级别。该弹呢全长29米，发射重量达到了267吨。相比之下，目前俄罗斯战略火箭军的主力弹型 R36虽然长度与 R7相仿，但是发射重量只有211吨。作为世界上第一种洲际导弹 ，R7 的本身性能并不出色，最大射程也只有9500公里，而且命中精度不高，只能达到2公里原概率误差，并且发射准备时间长，体积庞大笨重。由于采用了低温液体作为燃料，所以一旦加注燃料就必须要发射，实战价值也不大。所以当时苏军实际装备数量还不到20枚，从首次试射成功到退役只有10年的时间。虽然这其中呢有R7性能不太可靠的原因，但也不难看出当时美苏两国的冷战逐渐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战略级的武器更新速度非常快。Top 1阿拉斯加级重巡洋舰。上世纪30年代，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海军就立刻恢复了大型军舰的建造，并且当时的日本海军也刚刚装备了最上级重巡洋舰，因此美国决定研制阿拉斯加级重巡洋舰来保护航母，免遭德国的战列巡洋舰和日本的重型巡洋舰的攻击。因此它无论火力方面还是防护方面呢，都超越了同时期的重巡洋舰。阿拉斯加级的满载排水量超过了 3.3万吨，配有3座3连装305毫米主炮。与其说它是重巡洋舰，不如说是迷你版的战列舰。1944年6月，阿拉斯加号重巡洋舰服役，3个月后，它的姊妹舰关岛号服役。两舰呢，曾在短暂的2战期间出色地执行了防空任务以及对地火力支援。但是由于战后的美国海军并不需要如此巨大的巡洋舰了，所以在1947年2月，2艘阿拉斯加级重巡洋舰被安排退役。而此时呢，距离2舰服役才仅仅过去了2年半的时间。不过，虽然阿拉斯加级退役时间很早，但封存的时间呢，却在美国海军退役舰船中呢数1数2。直到1960年，2艘阿拉斯加级重巡洋舰才从美国海军封存舰船中出名。严格来说，阿拉斯加级重巡洋舰设计于2战之前，服役于2战末期，退役时冷战才刚刚开始。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并不能算冷战时期的装备。但它在冷战期间封存的时间呢，要比冷战前的服役时间还要长得多，所以也算得上是另类的冷战舰船了。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各位老铁还想看哪些盘点呢？欢迎留言讨论，你想看的也是我想要了解的。各位老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